出去找个地方玩玩啊，周末。前面掉头过来，有一段路堵，然后过嘉陵江，过长江，这是个啥路啊？转个圈儿，到达这个地方，灞陵街区。好多人说特斯拉不能在市区跑，我都不知道不在市区跑在哪跑啊？就只能跑山路。跑山路是体现它驾驶技术、驾驶能力的一个体现，所以说有很多人去跑山路，不是说他只能在山上跑啊。他这个东西，他老家是美国的，那边山可能没有咱们这边多，多数人家还是在城市跑的。这边是2个车道，应该能调过来这个头。你看，他也在掉头，而且他这个，刚才那个车差点撞过来了，他也有点那啥。你刚才说那个处理的好不好？哎，不好说。反正那边那个车刹停了。这个我也不知道是，我们在这掉头已经到了路中间了呀，那个车没看见吗？还一直往前跑，很奇怪的。这边是汇入一个小主路，观察了一下，过来了。之前走都是从下面这个隧道，桥下面走，然后这一次是从桥这个上面走。刚才就这个车，后面这个车，这个掉头那个地方。今天有雾霾，今天4月12号是吧？周六，有雾霾。这我在重庆这么多年头一次见这个雾霾，让我想起了就是在北京的时候，2015年左右，那个雾霾是北京最重的时候，比这个还要重。但是这个让我想起了当时的感觉，黄色的，前面黄色的那种天空。哦，在重庆还有雾霾，我真的是头一次见。重庆有雾，但它不是雾霾，它是那种白雾。这些年也少了。这又是汇入这个主路，这个点车不算多，不算堵，正常的一个行驶。现在是上午10点47啊。
所以正常应该是往左变道啊。我们哦不是啊，不是往左变道，还是往右。前面这个摆出宝这边往右这个走这个匝道，那走这儿是对的，走这个道走那个道都对。如果变到左侧处，那肯定要前面去加塞了，就不是很建议，我不是很建议他这样开。300米排个队。显示到现在到目的地还有29分钟。我就是刚才人家打着转向灯啊要过来，他呢就是可能你们看这个视频看不大出来那个啥，就是我坐在上面那种感觉就是，哎呀，他有点不想让，就有一点想加速的感觉，就是人的体感能感觉出来。但是呢，人家就打转向灯就往这走了，他又放弃了。但是这整个的过程很舒服，没有那种就是顿挫的感觉。但是他做了一些动作，你看他现在往右走，我觉得不对呀。往右走，哎，也不能说不对吧，没有必要现在往右这个车道走啊，没有必要啊。你现在过来干啥呀？你再到这边有什么意义啊？我都不明白，不够完美。其实我发的视频都是在市区啊，我就日常出去办事啊，那是就是开车啊，不都是市区嘛？发了几个山的呀，没几个。那去玩发一个，这干啥？追尾了？啊，撞了，这个车它撞了。那上一次又走到这个三角这个地方了，它乱走，有的时候就是你现在在这个位置是不对的，也能过，倒是从那个三角绕一下能过，但正常应该是在这个车道走，走到前面才去汇入那个辅路。应该是匝道吧？你在这儿，你对着过来是它前面是个啥？我跟你说啊，你看，这是个右转道，咱们现在在个右转道上，打开这个车道，这个，你看，正常是应该在这个道上走，我们现在在这个道上右转道，哎，不对，这个走的就，你现在往这加塞的话，这边车多，不是很好加，你从这儿绕一下的话，说实话也不是很合规。看他怎么走。他没有想往那边走吗？你看又想加塞过来，你看就这。其实你刚才就走那个道排着队走嘛，和这个一样的。你现在又往这儿加塞，你多了这个真的是没有意义的一个变道。好在他这个加塞能力很强，就是后面车只要稍微有一点让，他不停，就如果不让他也不停，就这种感觉就让后面，他也不是那种强行的去塞进来，就是让你产生一种斗汽车的感觉，包括这种他要过来的话他都会让，但是你没发现吗？他不停止。啊，我其实夸了很多次他这个东西了。我很舒服，就这种加塞的这种越拥堵的越要用它，太舒服了。就是它没有一脚刹车，不管怎么拥堵，它加塞也好，塞进来也好，不塞进来也好，让别人也好，不让别人也好，它没有一脚刹车，这个就很厉害。这个今天车不是很多，就是这种拉链式会车吧，就是变成一个车道的。你看刚才这一个就不让他唰过去了，这个人开车就是这样。你看我们这边来了个黑车，他如果强行的往前走，他就会让他，但是你让他的过程中吧，他没有停止，甚至没有减速，是不是啊？
那这边我打开这边这个车，他如果还不让他要挤过来，他可能还会让他，但是再往后边，你看他又挤过来了，让他了，是不是啊？他后面那个车他不让也得让，就是他无法就是再绕过他了。那整个过程呢，你说如果他很强势，就让他他就会让他，但是我整个过程没有一脚刹车，甚至我都没有感觉他停车，就是我如果闭上眼睛在这边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很舒服的就完成了这整个的动作。就是他会让，但让着让着就没得再让了，因为他没有停止，还是一直在往前走。后面的车他过不来了，就是他想让他过不来。所以说他这个开车逻辑，我跟你说，咱们人一定要，你可以跟他学，真的，既开不出斗气车，又能完成这个开车，很好的。哎呀，雾霾啊！沙尘暴吹是沙子，那这不是污染，是风吹起来的。重庆这边风很小啊，一般没有大风。你没看前面？没看。前面有个临时施工的车，但是咱没有在那个车道上。说实话，我认为自动驾驶最难，我之前就是认为最难的就是这个博弈，所谓的加塞汇入，就是尤其是和人类去这样去做这个，因为人嘛，他很多就是你看刚才咱看到有些人顶上去了，一个急刹车，一下子绕过去，我不让你，就光这些。是吧？我就觉得你和人在这边做这些东西，他永远做不好，哪怕就是实现 L5 了，完全自动驾驶了，如果有人类开车，他还是无法和人类去抢。我当时都这样想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没想到啊 ，FSD 做的，就现在他已经做的就是超级完美了。特斯拉应该做个啥呀？你比如说进入隧道，这个屏幕直接换成夜间模式，就是显示直接换成这种深色模式，是吧？你出了隧道再换回来，就跟那个你自动的嘛，自动的你这个到了比较暗的环境，你这个隧道比较短，然后我们这边有很多的隧道10公里、几十公里都有，10多公里都。我记得有隧道多少来，17公里、18公里，那你进去堵老长时间，再堵个车，是吧？你看你出来了亮了，再切换回去。但是它这个不行，它这个只是就是选一个自动，自动是怎么样？它下午是7检是几检，然后才能变换，而且它根据的不是咱们这个当前这个地区的，它可能根据的是美国那边或者怎么样。就是根据那个时间，因为我发现天黑了啊，它就是黑了很长时间了才会变成深色，并不是说到了6点呀或者几点它就会变，应该是也根据时间吧。哎呀，6点多少还是7点多少来着？那个车走错了，你看压线过来了。这人开车也光写这些走错了压线的啊。反正我在重庆开车经常按导航走，走着走着走错了，走错了就走呗，继续导航重新规划继续走。FSD 也是，你关注它走没走错。你看之前的时候我导航都是这样，继续研究走哪个路哪个路口。现在我就这样，不管他爱走哪个路口走哪个路口，只要他别给我违章就行。你看这地方有实线，他有可能过去压，
那我这样的话我就会接，我就不让他去压。他不压那就不压呗，他要压的话我肯定要接管。就是 FSD 为什么好多人说不能在城市开，其实就是说他好像要去压线，他为什么要去压线？因为在他老家压线是合适的合理的。哎，他现在要变过来，他没看到前面有事故啊，他没变，他只是打灯而已。我靠，我以为他要变过来呢。我都看到有这事故，他没看到吗？也看到了。我还想给他增加点难度，我说你变过来我看你咋办。他没变，他不傻，他打灯是要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前面要走这个匝道了。这个提速还挺爽。这走的对吧？哎呀，其实走的对不对对我关系不大，他只要别违章就行，只要别去压线。说实话，压线的话，就是一个包容性很高的一个城市的话，压线其实不会去处罚的。就是你如果红绿灯那个地方车道啊，直行车道、左转车道这个地方，我觉得不行。就正常这些路上有些地方压个白线、压实线呀，反正我们重庆这边是没有处罚的。我在重庆开车没有过扣分，没有扣分。有一个逆行，我没开导航，那个是个逆行道，我不知道。那个道是怎么样？我研究了一下啊，后来我又去研究了一下，是公交车可以走的一个道，但是公交车这个道呢是一直站在这儿，然后对向是一个单行的。那我排在公交车这个地方呢，公交车也不走，我就去逆行，就有一个扣分，有一个违章。至于压线 ，FSD 压线多嘛？其实压线压了好几次。我虽然就是会制止他，因为他压线的时候要打灯啊，但有的时候我就不管了。就是有的地方你们可以看他们开车呀，人都去压线，压的比那个啥更多，但是也不会去处罚。你看，在美国那边，就是为什么他不去管压线？因为压线属于叫个次级违规，就是你保证安全的情况下，你可以压线。所以说那个他就把它做成了就是线可以压的，那他是保证安全就可以。那在咱们这边呢，其实我跟你说啊，也是这样的，但是呢，没有一个这个法规明确的规定，说是哎你可以压，说是什么次级违规啊，什么怎么样啊，没有这个，就是没有这个明确的说法。就包括那个双黄线，你说咱们这边两个车道啊，中间是双黄线，对向的那个双黄线，咱们知道就是学那个交规的时候，双黄线就是一堵墙啊，这堵墙是不能压的，是不能，就是跟墙你能撞吗？不能撞。就是当时我们教这个教练是这样说的。但实际上呢，那如果说我们这边两个车道是我们这个方向的，对面是双黄线，是两个车道是对向车那个来车的。那如果这边出了一个事故，或者出了一个施工，或者一个事故吧，两个车道都占了，你要过去必须要压这个双黄线，那你怎么办？压还是不压？其实这样的话，你看在美国人家就规定可以压，可以绕过去，就有明文规定，知道吗？明确规定是这样可以的，包括这个实线明确有这种规定。但咱们这边法规就没有，就很含糊，你白线不能压，双黄线就是一堵墙不能压。但是真正的你说真正的这种情况你会压吗？我觉得是个人都会压吧。难道你真的等这个事故处理完了你再去再走吗？人家不说你是个这个吗？是不是啊？你看这个车往这走，它有一点稍微绕一下的感觉，这个做的挺好的。哎，他怎么又要往这边走？咱们走哪儿对呀？啊，你看他走的这个道对，这个道可以，他没有必要变过来，但他想变，哦不对，要变的。你看前面要变到这个道的，他提前变过来了，这个变的还可以，变的还对。哎，有的时候我跟你说啊，重庆这个地方好多路我不会走，我经常走错。你看这边是实线，那边也是实线，中间这两个道我走哪个道又不一样。你这个东西就需要经验，或者是地图告诉你，不然的话你怎么知道啊？你怎么知道前面是这个道是往左拐，那个道怎么走啊？
所以说我走这个地方，我确实是经常走错的，有的时候去哪儿走那个道，走这个道，应该走哪个道都不知道。但是我现在想明白了，就是他走错了就走错了吧，人走错了不也是绕一下嘛，重新导航规划，顺着路开嘛。他如果走错了，我现在都懒得管他。有的时候他跟着车后面，我都懒得去打个转向灯让他去超车，我就看着。走错了，他重新规划，多走几公里嘛。有急事的话还是不行的。啊，出来玩反正就无所谓了，本身就开车出来玩，最主要的是玩，更主要的是开车，也就是最主要的是玩 FSD。说实话，为什么我喜欢这个 FSD？ 我从那个4000公里，没有5000公里，我还说5000公里了。我从 FSD 2月25号来了，到现在是4000公里。那个 FSD 帮我开了4000公里，我自己没有开过，我全部让他开，我不管干啥都让他开。就是到家了，我自己开到车位，然后自己开出车库，然后开启，都是这样。就是为什么我这么样使用它，这么依赖它？你看走对了啊，咱们走这个路是对的，走那个路也不对，走这个也不对，走那个也不对，那个过不去，那边实线嘛。如果在那个道就不对了，就要去上面这个桥了。所以说他走的还是可以的，比我省心了就。他现在如果走错了，就走到上面道了，我不管，他无非重新规划自己走嘛。但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现在他没有倒车权限，就是他没有倒车权限，他这个 FSD 是有倒车能力的，还挺厉害的，而且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到了国内，他把这个权限给取消了。下一版会不会给？好像下一版还不给。这个是 V13.2.6，再下一版是.8，据说是没有的。他们现在在内测嘛，据说还是没给。但最早的时候是有的。去年就是过年的时候，是有的，就内测的时候是有的，可以确认是有的。但是突然，就是他们内测车突然给取消了，就把这个权限给你没了。什么原因啊？不知道。太强了吗？倒车太强了吗？他倒车很强，你到一个胡同里边，掉不过头，能掉过头的他自己给你10把20把给你掉头，掉不过头的他自己倒出来，挺厉害的。但是现在你说，哎，有些地方掉不过头来怎么办？你得接管，就是有个路比较窄，掉头过不来，1把2把，或者比较窄的路进去之后，可能走的这个轨迹。前面需要倒一点车，很窄的路，前面有个摩托车吧，或者有个车吧，需要倒一点，它倒不了。目前的问题就是这样，就是到现在这么长时间，4000多公里，2月25到现在是多少啊？对，一个半月嘛，一个月，对，刚好1个半月吧。我没有遇到一次说是我要去踩刹车，是因为它危险。这个路我走了几次都走错，他走对不对？1、2、3、4，3个口，那边4个口这边，他走对不对？应该是对，不管他，爱走哪走哪。显示还11分钟到啊，5公里。你看这个车走的慢啊，就是他就不是很积极的去右侧去变道，这也是他的一个问题。但是就是这么多问题，他没有一个说是那个车要碰撞，就是可能要碰撞，就是我做的不对要碰撞，要是撞人家或者是怎么样，哎，我要去接管，从来没有一次这样的，从来没有一次这样的，所以说我就对他比较放心啊。哎，也有个问题在里边，就是他级别很高，安全级别很高，但是呢它又没有到无监督版或者说是 L4 那么高，就是会产生一个，而且它现在还有闯灯的一个习惯，就红绿灯识别错误。你比如说前面4个车道，每个车道上1个灯，这种情况我觉得它就是有的时候对，比如我们这个车道1车道吧，这个灯横了，它有可能不走，但是有可能也走，就识别错误。有可能你看现在是变成
黄灯了，它停了，哎，识别对了。但有的时候它停着，那灯人家没变，哎，他就要走，就是他想了半天，是不是我识别错误？所以说这是他的问题。那这时候必须要去接管。这个识别的还是对的，但是这个识别对是怎么样？是这4个车道灯都是一样的。你看他这种处理，我跟你说啊，很舒服。这个车往这边变道别，就是正常人开车的话，肯定会明显的减速一下，或者怎么样，就是人会保险一点。但是他通过这个车的这个轨迹、这个场景、他这个速度的计算，他往这走的速度，我撞不上，我为什么要减速？我要减的比较少，他有这种感觉让你。包括有的时候去在高速下匝道啊，就很好，他处理的就很好。就是其实有时候下匝道的时候，我们人可能就感觉前面是个弯道，要减速就提前减的比较大，但是他就特别缓慢，就刚好到了弯道的时候，哎，就减到了我这个弯道，比如说50要过吧，哎，就减到了50。那个弯道需要40过吧，他就减到了40。他这个计算的很精准，这样就整个的减速更线性。哎，他为什哎那个车要去了那个加油站那个方向，他同时那个车往右转，同时他变道过来了。这个时机把握的比我好，因为我看不见那个右侧那个车走，你看他还让这个摩托车，我看不就是因为右侧那个车是在我后面了，我看不见他就是右侧那个车往旁边靠边了。同时的，你们回放看一下，右侧那个车同时往右走，然后他同时打灯和变道，这个很迅速。那前面应该是去右侧匝道是吧？对，他这个变道的，刚才这个时机变的是可以的，确实是可以，刚好有那空隙，不然的话他要到前面这个地方变，其实也无所谓，变这个地方过了这个红绿灯也可以变，是不是也可以变呀？啊，应该也可以，这边是个虚线，也可以变。9分钟3.9公里。这种马路比较宽的马路，就是有人也无所谓，对他来说有人没人都无所谓。就是比较窄的路，就是单车道，然后旁边有车有人，他特别谨慎，甚至会停止让人家有可能站在路边玩，他也会想办法，就是有可能想的是停止让他们去过，就是这个很谨慎。但是在这种宽马路上，他都不谨慎。因为他觉得这种宽马路本身有人你本身我们开车有路权，你上来了可能就不大对，就是他自己的路权和该让和不该让，他这个分得很清楚的。就是说他那种窄路，他不是说不能处理，他是想做到更大的礼让。其实咱们也就是咱们国家这近几年吧，也是提倡这个礼让嘛。是吧？早期的时候，是吧？没有礼让一说，现在你不礼让，给你拍照，给你罚款扣分。你看这个立交，我靠，这个桥，这个乱，多少车道？哎，主要是安全舒适，所以说很喜欢它。其实最早期在给我推了的时候，刚推了的时候，我或者没推的时候，我很想要，我花钱买这东西就是很想要，但是我把它当成一个玩具，当成一个好玩的东西，能玩，但是我怎么都没有想到它真的能
我去哪按一个按键把我带过去了，我真的没有想到，这个绝对是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的。我知道后面 FSD 可能很厉害，可能能实现无人驾驶，但是我觉得老远呢，可能在吹，可能在啥，但是我用了它之后，我觉得真的是指日可待，真的是指日可待。你说，你看我们整个过程，你就说如果我不坐在这儿，你说它来了吗？它完成了吗？那和无人驾驶有什么区别？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些小的一些特殊的问题，它可能还有一些问题。那你说，如果那些东西要处理完了，不就 L4 了吗？现在应该是前面绕一下过来，前面就到了，还有1.6公里。重庆的路很奇怪的，前面应该是个小路吧，小路绕一下，再右转，再右转，就跟小品一样，怎么感觉像转了个圈啊？其实就转了个圈。但是重庆这边它是有这个，你转过来，它就到了桥上面去了，到了上面的一层了。你看，现在过来是个桥下面，你转上去上面了。那桥下面这违停车，刚才他离这个车为什么有点近？因为这边你们能看到吗？这边有个摩托，有个外卖小哥，就离我们车比较近，他也没减速，也就是很谨慎的这样做了一个绕。然后右转，还有一个右转，刚才一个右转，两个右转，1、2、3，三个右转，4个右转，然后再左转，就到了。然后左转，然后就到了。灞陵街区来逛逛，但今天有雾霾，不是很好。但周末在家里边待不住。好多人说那个 黑 FSG 或者调侃，说是你得有几本驾照。这个其实也算是调侃，也算是可对的。确实是有些违章，但是能制止。比如说他压线，他会提前打灯；比如说他要闯红灯，这个你不就能看见吗？你又不是睡觉了，是吧？确实有这些问题啊。这个不是说黑他，确实有这些问题，这个确实是有的。那这些问题如果没有的话，那就是 L4 了。你看刚才稍微绕了一下，然后又过来，咱们是右转。其实这两个绕不绕无所谓，这个车道两个车道都是右转的，都是右转的，那边是对向的。你看这边来了个出租，他这种处理没有那个啥，而且我们是要来这边的，所以说不是去那边，就是我们要左转的。他这个处理做的我觉得是恰到好处，既没有刹车的感觉，又完成了这一个，又没有说过不来去了右侧这个道，右侧道是右转的啊，我们是要左转，重庆的路很多奇怪的路，一拐过来我自己开就经常开错。我上次好像走这个地方就开这边去了，那没办法，我就不会去。你看现在这个他想让这个人，这女的其实想让我们先走，但是呢，他一停，那女的很迅速过去了。就是他对这个礼让真的做的太完美了。咱们是要左转，在这个地方左转。到处是违停啊，摩托车的逆行啊，这些。其实当时我想，你说，这些复杂的路况对 FSG 可能处理不大好，但说实话 ，FSG 就是复杂和简单对他来说是一模一样的，没有复杂和简单，只是说对我们人类会产生情绪，就是一到了复杂的路口啊，一到了你人类觉得头大，我靠这么乱，我加塞怎么加塞啊？我是不是要抢啊？我是不是要挤啊？我是不是要那个怎么样？我是不是？这是人的情绪，但对他来说是一样的，他没有情绪，没有任何情绪。我能过就过，我能走就能，我就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开就行。我怎么样去加塞，
他没有情绪，所以说他不会开斗气车。咱们到了啊，前面右转就到了。这个视频多长时间呀？35分钟，当时导航显示是36，就是我打开这个导航显示就是到达是36分钟。他停在这个地方了。他看前面有停车。不是看有停车，他就这样，就是他觉得这个地方快到了就停这儿，因为你看他这个定位是在这个地方，就是他这个地方离这个导航定位的地方是最近的，他就会停一下，特斯拉就这样。然后呢，他不看这个导航规划的这个东西，但是呢，他现在又想走，就是停一下，你人没做操作，他又想走呢又出不去，所以说来了什么了？来了倒车权限了。你看他现在这个轨迹你能看到吗？在这摆，你看在这摆是个倒车的轨迹，他想倒车，但是呢他没有权限，没有给他倒车的权限，他就在这不走了。所以说 iPad 机最大的问题怎么样？就是你睡着了在这儿，他不走了。最大的问题是他完成不了，他不走了。如果有倒车要倒车了，这是他最大的问题，没有安全性问题。你看在这怎么办？好吧，那我就往后倒一下，是吧？再打开，它就是你刚才停了之后呢，它还会往前再根据这个地图走。你看这个就进去了，我就不进去了，我不能这样进，我找个地方停车，这里边好像不好停，是不是啊？好，视频拍到这儿啊，谢谢大家。